欢迎回来，新闻大白话，来看一下哦，这个马斯克跟川普两个人呢、这个才稍微恢复一下友情，现在哎呀撕得更凶，骂得更凶了，友情不在，因为大而美法案过了，然后那关键一票范斯投下去，所以过关了，51-50，让马斯克气炸了，怒发了数十条的这个 X 文啊，那他放话说要建美国党。那因为他讲说这个大而美法案哦，真的是反正就是痛骂了一番啊。这个共和党是猪党，是时候要建立一个真正关心人民的新政党了。那就连大陆的微博也热搜上了第1名，马斯克要建立美国党哦，这气得川普说要把他驱逐出境哦，就说啊，就是让他回南非去啊。那个马斯克关门大吉好了，好像是不是要对特斯拉下手，还是对他所有的这些企业全面下手呢？叫他滚出去哦。所以这个吵得更凶啦。那中国大陆这边这个牛弹琴这个公众号啊，他说这是全世界最轰动的分手大戏，又吵架了，吵得比上一次更凶啦。那他讲到啊，看到这个马斯克看到深层危机，为此他加入了川普政府，大刀阔斧的削减开支。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与一个美国现实政治人物川普的冲突。那川普很强势，马斯克也很强势，有时候强强联手能成就一番大事，但往往会一拍两散呢，甚至呢这个示弱筹筹啊，所以现在看起来已经演变到这个地步了。那美国的记者也讲说，川普的这个法案哦，恐怕会导致有200万人失业哦，这个大而美恐怕代价很高。白宫怎么回应啊？我们来听一下。The National Building Trades Union is saying that it's the equivalent of terminating more than 1,000 Keystone XL pipeline projects. Is that something that would concern him? Well, the president spoke on this yesterday in his interview, and he said he understands that legislators want to protect jobs in their communities and in their districts. And so he understands why some of them are against this provision, but he also understands why people want the provision. 那这个马克宏呢，其实他也是狠批，现在目前美国的关税根本就是勒索啊。金融时报就提到，这个川普政府寻求跟各国先签小协议，赶在7月9号期限之前完成啊，剩没有几天了。但欧洲呢，现在愿意让步接受10%的基础关税，来换关键行业的豁免跟美国的谈判哦。那但是呢，不涉及数码监管的法规，誓言呢不容忍外国政府的干预。欧盟希望呢美国可以承诺，比方像是医药啊、酒类半导体还有商用飞机这些关键领域呢，能够寻求降低或是豁免，然后希望这个美方可以予以配额。具体的领域呢，甚至包含了美国对于欧盟的汽车啊、汽车零部件的征收25%，以及钢铝关税的50%哦。那马克宏也是说，这个其实就是说白了，你们就在勒索嘛。那这个白宫呢还不习惯这个川普的作风。马克宏的完整讲法说，我们需要恢复国际贸易的自由跟公平，而不是壁垒跟关税。壁垒跟关税呢是由强国设计的，常常被用来勒索，不再是平衡的工具哦。那对此呢，人家又去问了白宫哦。那结果呢，还这个李维特啊讲到了马克宏，还叫错了头衔。我们来听一下。President Macron of France earlier today said that tariffs levied by powerful countries are often a form of blackmail. I think the president and the White House would certainly reject that characterization by Prime Minister Macron. 人家是总统，把人家直接降为总理了，那是不知道是不是刻意为之哦。那但是呢，反观这个欧洲现在很不开心。美国倒是转向跟中国大陆越靠越近哦。川普的关税加上这个河道干枯哦，那我们现在看到《金融时报》讲说，受到川普关税的影响呢，现在河流的水位也下降，双重冲击导致呢鹿特丹还有这个汉堡啊这些欧洲主要的港口出现了疫情以来最严重的供应链拥堵可能会持续好几个月的时间。那王毅现在去到了欧洲，第一站是跟比利时的首相碰面。他说，根据呢大陆外交部的消息，比利时首相呢跟王毅碰面那这一次其实还有华春莹也陪同出访。王毅强调啦，中欧应该要坚持伙伴关系的这个定位，还有合作共赢的基调，来等于说维护多边主义
作为世界的稳定之锚。那这样的碰面之后呢，其实接下来可能就是中欧领导人的会面哦，这可能也是先行做一些基础的准备，做一些政治准备的动作。那这一回的出访呢，其实不光是比利时哦，还有德国跟法国，就是加强中国跟欧洲的关系啊，能够更加密切。大家这个可以一起联手来对抗这个美国的关税啊，这个单方面的霸权哦。我们首先来请教一下介老师。马斯克他自己在贴文里面，他也说，我是不是应该节制一点？那后来又讲，我实在忍不住，我非要讲不可。所以他是真正是盛怒啊，而且他的个性看起来跟川普真的是不是判若两人简直像同一个人。双方对自己的意见都非常的坚持啊，而且认为自己可以做很大很伟大的事。所以呢，在美国创一个政党是不容易的。不过以马斯克的财力来讲的话，那要创一个政党也不是什么难事啊。而且现在的话，就是说政治的话，你要有一个传声机构，你就可以把你的意见把它传出去，那很多人就会响应你。所以呢，马斯克现在他在他的这个自己的这个社群网站里面他随便贴一个文都是几百万、上千万的，所以他的意见全世界都在看，更不要说美国。所以我觉得在美国的政治，第一个你有钱，第二个你有你自己的传声机构，有这么多人在听你要讲什么话，对，我是觉得他可以成一个党的他这个党的话，基本上如果说参众议员意愿他各掌握那么10席左右，当然参议院比较难一点众议院他能够拿到20到30席的话，事实上他就变成美国政治上的 kingmaker。因为现在美国的共和党跟民主党之间事实上这个支持者在伯仲之间。那怎么在伯仲之间呢？这个差距都不大，差个十几席参议院的话差个3、4席，所以你能够掌握到一定关键数，所有的最后重要反而最后你来决定，你真的是可以变成什么 kingmaker。那现在美国对两党都失望的人是蛮多的，不过说起来比较失望多的是共和党，因为这次川普的大而美法案4级的这个参议员跑掉了好几票还有一位参议员还明白的说，我就是反对，而且我投完这票以后，我下次我就不选了就因为川普威胁他们说，你如果说投反对票的话，我下次就不支持你我另外提候选人把你的位置取代人家就有这个骨气说我就是反对。对，所以我觉得就变成就是说，美国政治会不会有变局这个很难说的。你平常说随便一个人那么讲就算了，这个是世界首富美国的政治，说实话，它里面最重要的成分是什么？就是钱。很多国家不是用钱来控制的，可是美国这个国家就是钱。你要参加选举跟台湾一样，你没有钱，你什么都选不到。那他有钱，他如果支持几个愿意投效又有好的这个国社会这个支持背景的这些候选人他是可以成立一个党。所以我们就拭目以待吧。美国可能要打破目前这种乱局跟僵局可能还真的需要马斯克这种人出来冲一下的，要不然让川普这样搞下去的话，美国真的前途不明亮。好，来请教李老师。对，因为马斯克其实他不是第一次跟川普撕破脸嘛。那我们如果再回顾一下，一开始他在川普这个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就是告别，当时大家两个人的讲话还是比较客客气气的，这个场面话还不错。所以那时候我就在讲说，这个很特别，因为根据川普1.0的定律，大概从他身边离开人，大概都是老死不相往来，撕破脸，基本上是反目成仇。但是没有过多久，这个马斯克就忍不住就开始开轰。但那时候川普的第一次的回应，我觉得还是比较有节制的那马斯克比较多的还是一些人身攻击。那好不容易双方好像又这个一笑泯恩仇，大家以为落幕了，结果最后一次又出来，理由是什么？还是这个大而美法案。因为我觉得马斯克有一些他的基本的理念，所以他应该是忍不住，没有办法关他的自己的嘴巴。那这两个人会吵架的原因，我觉得因为两个都太像，大家都只能做领导者，做那 number one， 对，而且都很强势，而且都很自信。当有共同利益的时候 OK， 可是当选后有一些
理念开始出现分歧的时候，这个样的状况就会出现。所以大而美法案刚才特别有讲说，因为这个东西是川普视为是很关键、很重要，他的第一炮在国会的重要立法，而且它的总规模这个牵涉到金额规模是4.3兆美金，远远超过当时4年前拜登在2017年的基础建设法案，而且川普已经下了军令状，7月4号之前要通过。那在这个节骨眼，马斯克跳出来，所以这个仇这个梁子就很难去善了。那马斯克为什么那么反对大而美？因为基本上他认为这个不符合基本的理念，而且川普那时候选举所打的一些重要的旗号，因为他即便是有删减一些预算，比如说跟绿色经济有关的包括一些补助补贴有关的医疗保险有关，但是另外一方面其实他是做大减税。那还有一个地方是增加大概3500亿美金的国防安全包括这个金琼这个防御系统，还有这个美墨的这个边界的安全。所以加减减之后，马斯克认为他会让政府的预算赤字可能还要再增加3点多兆。那同时他又这个法案里面呢，又让美国的国债的上限又提升到多了5亿的这个空间。所以这个就是马斯克跟川普撕破脸原因。那我们预期未来这两个人还是会出现在公共的这个镜头里面，还是会大吵一架，这不是两个人最后一次的吵架了。好，聂老师。是的，刚才那个介老师有讲到，美国这个从头到尾都为了钱，这也是事实。为什么呢？你看川普1.0版在讲美国优先这个 America First， 现在讲 MAGA， 他要把美国做好做大，那么当然他需要钱，所以他一开始做了3个大动作。第一个呢，在第1.0版就已经退出了巴黎协议，退出了什么北约组织，退。当然他更想到了，我帮助别的国家这些军援，我要尽量减少，那减少我就可以省钱。那再来第二个呢，也就是他用 Dodge 当时马克思也帮了他忙，也真的也省掉了几千亿的经费，这个钱也从这个各预算呢拉了回来。第3个呢是关税的问题，他要选多赚一点回来，就是你卖我东西，我帮你加高以后呢，我这就算从原来4%到10%，我也可以赚回了1年几千亿。所以他从这个角度来讲，我的钱呢会少开支，然后也多拿回，这时候他就可以做更多的事。因此他出现了3个 Big。这个3个 B 的这个法案，那也就是我们大而美法案。但你讲大而美法案，它有一个纵轴是要鼓励人家来投资来创造我的制造业。为什么会就变成会创造更多的失业？这很怪，对不对？其实嘛，这个是要看我们经济学有很多的原理你就像生命线一样，推到的不同的假设、不同 scenario 情境，就会走到不同的这个 end up 不同的结果。我的意思是说，理想虽然很好，可是马斯克就发现到他2个大问题。第一个呢，你在补助的东西都是传统的，它叫做过去产业。你对未来的产业当然也伤到他自己的这个电动车啦。对未来产业不补助，像刚刚讲到的，你去砍了一些医疗补助，你减税，减税其实从某个角度是好，从拉法克普的角度说，减税多了真的可以创造制造业的回流，甚至别的国家来投资，税收少让你敢于投资。可是美国制造业空洞化，以及你突然要让那么多制造业回来不太容易，因为它的整个它的环境不太容许，包括它的这个劳工的素质。因此利用过去产业想要这种方式来，不一定会做得出来。而相反的，你减税，如果你 P 减少 Q 没有增加，你整个 profit 你的 revenue 没增加，我告诉你反而是赤字。你一旦赤字之后呢，你就要增加这个债务，这时候呢就会产生不但失业增加，国债会更严重。你现在是37兆，以后可能是40兆，这就是问题。所以呢，马斯克看到一些问题，也就是说，现在川普认为我做的是一个理想性，我一定做得到。我跟你讲现在他得罪了全世界所有的国家的人。你说这些人我分几个等级，一个是完全报复的这以牙还牙的中国，再是部分报复的，从加拿大，当加拿大现在有点认输了，欧洲还有这个日本等国，他现在还是半报复性，还有一些讲不好听不敢吭声的。我们试想台湾，你敢不敢跟这个马克宏讲话一样，跟这个日本讲话一样，说你美国来这个勒索我，来掠夺我都不敢。这种国家也蛮多的，会听他的话。我必须说明的是，这些国家其实心里也都不那么的愿意去你那边制造，只是被你压着走才会去。因此，他的大而美法案不会达到他的效果。因此，马斯克看到了未来，因此美国的未来，我觉得他不会是川普想的这么美好。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州马上回来。不会。好，
马上来看一下这个关税问题像日本跟美国好像现在看起来也不再那么的这个友好而且最近日本还有一个传闻嘛，就是说7月5号会有大地震预言。那我们看到现在还有新闻报道说，海上还出现了2条巨龙的现踪该不会是真的吧？该不会真的有地震要来了吧？就连网红史丹利飞东京的时候都说看到这个机舱让大家觉得很讶异，这个是要飞东京的机舱这么空，没有人搭乘所以是不是真的这个大地震的传闻的确影响了大家暑假去到日本的意愿呢？那日本7月5号这个传言其实也让大家感觉说其实最近日本好像挺不平静的，一方面又要面对到这个是不是有天灾这种预言的事件，另外一方面呢还有人祸，人祸就是这个川普一直要找日本的麻烦但是每次找日本的麻烦也不是真实的。来看一下这个川普不满日本不买美国米，那结果日本政府表态现在态度非常的强硬，就是说我们是不考虑牺牲农业的。日本的经济再生大臣这个赤泽亮正还有这个官房长官林芳正都表示呢，会继续来推动谈判，但是绝对不会牺牲日本的农业。CNN 就打脸这个川普的指控说不买美国米这件事情是错的呀，因为呢，美国人口普查局的贸易数据显示，日本去年其实就从美国买了价值2.98亿美元的稻米在今年的1到4月也有买呀，哪来的不买呀？可是川普就是要制裁你的时候，他就给你乱扣帽子，说嘿，你不买我的这个美国米，所以我要制裁你那看起来现在特别针对了日本还说日本态度很强硬，被宠坏了，用这些词他就讲说如果这个没有办法达成协议的话，接下来对于日本商品的课税征收要高达30%到35%，非常高，这个好像比起原本还来得更高就是更往上提了一番，是要这个冲着日本而来吗？因此现在美日关系恐怕真的是有一点紧张再来美印关系呢，印度这边有可能可以谈判成功吗？川普提到了，现在美国发函各国通知要这个支付的关税金额，那可能可以跟印度达成协议，大幅降低他们被加征的关税最快在本周就可以达成临时的贸易协议，来避开川普4月初宣布的对等关税。那贝森特也是这样子呼应讲说美印之间已经达成了这相关的协议，那印度就很开心了嘛，就现在印度还流行起要嘲讽中国大陆你看到这个微博热搜上面，印度人嘲讽中国火车登上了热搜榜他们在讲说他们发现怎么在高铁上面这个大陆的这个高铁上面还有这个评论区上面呢发现有人跟牲口同样在火车上面的这些画面然后结果大陆网友就迅速反击就说这个是扶贫列车当时这个大山里的票价只有2块钱，时代的飞速并没有抛下这些走得慢的人，这个是一个扶贫政策他们说这个我们的这个鸡鸭鱼牲口都有座位，那你们印度人，你们印度连人都没有座位你们人还得挂在外面所以这个大陆网友的反讽印度真的也是这是够酸因为他们讲说对嘛，你记住吧，我们中国的火车鸡鸭鹅都有座位，你印度的火车还要买挂票呢，就挂在外头就说你阿三还敢嘲讽我们中国火车，印度你们都是这个挂在外面像这个特技一样，所以就还引发了一番这个中印之间的口水战那再来这个稀土印度也要对中国来这个分食一杯羹吗？不知道分不分得到但是他们现在又开始要说我们呢是稀土储量世界第3将会投入500亿卢比的这个资金来启动印度本土稀土的增产计划。这个莫迪又发梦了，又有这个新的这个计划要冲着中国大陆而来美国都打不败中国在这个稀土这一方面，印度可以赢吗？不知道，但是呢，你看，其实的确现在中国大陆对于美国的稀土还是卡脖子，让贝森特很急。他说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回到4月4号这个川普宣布对等关税前的水准，而且就连美国福特的执行长法利也在吐苦水他说，其实你看，像现在中国大陆的电动车是远远优于西方的，世界上70%的电动车都是中国大陆制造的。他说这是让我自愧不如而且深感敬佩的地方。中国大陆拥有
有先进的车载技术，每一辆车里面都有华为啊、小米这些技术哦。上车之后也不需要配对，整个这个数位生活就可以同步到车内。那彭博也报道，法拉在一场论坛上面表示说，目前的形势表明出来，其实有必要在美国为关键汽车零部件建立一个国内的供应链。但他声称呢，这个中国这个新建的稀土磁铁出口这个批审程序哦，其实也放慢了这个稀土的供应速度。没有了稀土，美国的电动车是不是要输了呢？我们首先来请教一下介老师。这个印度的火车啊，实在都是创世界纪录啊。它火车就是说，你除了车厢里面坐人，对不对？车顶也坐人，说还有其他旁边那个门上还挂的人啊。那就是说，这也是全世界的奇观，因为现在好像非洲的火车也没有这样子。我印度去过很多次，非洲也去过。我的结论是，非洲国家比印度还要干净。还有很多地方啊，秩序比非洲还好。不是秩序好，非洲比印度还好。所以这个是印度的现况啊。所以印度人，我觉得他们实在是眼睛都要看别人，自己应该好好把自己国家这些现况要改善一下。我这边有个统计数字，你知道印度一年火车要摔死多少人吗？就是说从火车上摔下来，挂票掉了是不是？还有就是说，因为它都平交道啊，什么也设施也不周全，整个这个2019年印度铁路的年度报告显示，印度当年有超过2.5万人死于铁路相关事故，多数为擅长选铁道或者从行驶中的列车坠落。一年呢？一年2.5万，2.5万，好多，2.5万。那么经过3年的努力呢，2022年呢，事实上人口下降，少了6000人，也有1.9万人。火车事故造成的这是死亡人数，这个伤还没有算的，所以这个就是印度的现况啊。我觉得，虽然印度很危险啊，尤其女生不要去啊，那个安全性很低的。那不过万一你的公务什么去看的话，你可以去见识一下真的印度的实况。所以这个国家还可以吹牛说可以搞稀土啊，西方国家都搞不出来。那么澳洲的稀土最后的精炼还要送到中国大陆去精炼，所以这个稀土不是你有矿你就可以的啊。那基本上冶炼的技术，那个基本上中国大陆享有多种专利，几乎都是中国大陆垄断。所以印度说他要搞500亿卢比的基金，那就跟印度的这个它这个战斗机一样。这个叫什么光辉号？你知道它从开始研发到最后，那个印度的看到那个飞机在飞，一共花了多少年吗？不多，一共花了30年。所以印度要搞稀土，你不能说它不会成功，可能也要最起码30年以后。可是他的讲法说他要研发，对不对？所以这就是印度。大家可以当做茶余饭后当做笑话讲一讲吧。好，来请教李老师。对，因为目前美国在跟很多国家做贸易谈判但是老实说，除了跟英国已经是大势已定之外，其他很多国家大概都是媒体的报道外界的揣测，都还没有尘埃落定。我们回顾一下4月2号，当川普宣布这个对等关税之后，其实美国政府释放讯息是美国跟70-80个以上国家在做谈判。不过那时候已经有很多的评论者讲，其实是个浩大的工程。为什么？因为美国的 USTR， 美国的这个贸易谈判代表署，还有美国的所谓的商务部，它的人力其实非常有限，对，所以一定要挑重点，或是要做出一些第一批所谓的示范国家，这是可能的。那第二点是我觉得这2天的一个报道方向媒体我觉得也合理，就是可能不会有这么多个所谓的全面性的这个贸易协定，美国跟其他国家可能会有一些所谓的这个架构协定，或者是所谓的阶段式的协定，这个我觉得比例比较高，几率还是比较高。那第3个其实现在看到川普很多的发言，我觉得都是谈判的策略，有时候是有效的，有时候未必。什么时候有效？他对欧盟就有效过，因为他那时候有发怒过，说你再不怎么样，我就提50%的关税，6月1号执行。那冯德莱恩欧盟就暂时低头，然后开始继续谈判。
那前2天不是对加拿大，因为加拿大本来要收这数位服务税，那川普一震怒之后，又双方又比较平和。那日本是个比较特别的日子，因为日本本来是有希望，他自己讲是希望在之前的 G7 峰会里面签署协议，但果然没那么简单。那目前川普现在的发言是针对这个稻米进口，他故意的，这是一种谈判的策略。因为稻米这个产业对日本而言，可能它的产值没有那么高，从业人口没有那么高，但是它是个关键的产业，因为这是有高度的政治敏感性，牵涉到文化，牵涉到日本的粮食主权，所以他用这个出手，其实也是在做某种程度的对日本重要的压迫，这是一个很常见的川普的谈判策略。但是日本关心是什么？其实日本目前真正关心的是日本的汽车扣关美国。现在川普设了很多的障碍，尤其是假设按照第一开始的对等关税，美国是要增收25%，因为目前日本的小汽车跟皮卡是各科2.5%跟25%。假设叠加这个关税上去的话，那很可怕。所以日本希望是汽车关税能够某种程度的往下降，还有日本也很在意所谓的钢铝税。但老实说，包括台湾在内，没有最后公布的那一刻，到那一刻为止，目前很多的都是一些这个谈判的策略，释放讯息，还有外界媒体的揣测，我们还是要有点耐心，再等一下下。好，叶老师。好，我现在其实很好奇一件事，到底川普丢出关税到底是什么？我们讲说关税这个定义没有问题嘛，就是你进口东西我课你高一点。可是对他来讲，他的关系是什么？我们讲了好多次，就是他的工具、他的手段做。刚才我们当中讲，他就是来作为谈判的筹码。也就是它是一个多元化的目的，它对每一个国家都不一样，它要的东西都不一样。说不好听，它要一个绝对之利益，它不要跟你比较利益，不是说你这个资本才好的国家你就生产资本，劳力密集国家就劳力密集，然后互相各有所需，各取所，真的叫互惠。它不是，它要我要的东西全部给我，我不想要你就慢慢享用。我觉得他这种方式非常聪明，也就是美国啊，这有这种底气，他这种叫做霸权，他用他的霸权走这个霸道之路啊，行霸凌之实。这个霸凌这个东西已经很多国家讲过，日本的官员在1个月前就讲到说，美国根本就是在霸凌勒索他们。你看马克宏刚不是也讲到了类似的话吗？你根本就是用霸权在霸凌大家。所以呢，你看刚上面讲的王毅啊也好，马克宏也好，现在全部都先跳出来说，我们应该走上多边的自由贸易的一个公平、自由、合理的一个，应该回到过去的自由贸易，把这些关税壁垒拿掉。可是你要知道，关税壁垒也是一个正常的，各国都要保护他自己的一些该有的这个既有之保护产品。可是川普不是，他的关税不是要保护他的产品，而是他要拿。所以他是赢子，他要当赢家，他要全世界好东西全拿，你知道？所以我觉得这真的是霸道之治哈。第二个，我再讲一下很有趣的，就是我们讲那个挂票哈，或者叫包车嘛，它整个包起来。那刚才那个季大姐讲到了，哇，这个挂掉真的就挂了25000人一年啊。那我跟你讲。其实我在看这个事情，我们从1990年代中国开始改革开放之后，我们其实去了大陆两岸通了以后，我那时候不管软做、软卧、硬做、硬卧我都做过，因为我想要享受人间疾苦，所以我常常做。你会发现，你有时候挤不是挤人，还挤到鸡、挤到鸭，那时候真的是这样。我有时候想想哈，中国为什么现在还有这种情况？你看他讲得非常清楚，这叫扶贫列车啊。对，有时候你知道传承，把旧有东西保留，当你尽量弄干净一点，而且照顾一些真正比较穷的人，做这样的一个算是善事的做法，2块钱可以从很远地方到很远地方。你知道中国有多大？你知道你从这个浙江，你到这个杭州去打个工，你要回到四川，你要坐以前那个车子要坐几天的。你要知道，这时候他带着一些养家活口的东西带回家，是因为他家里没钱。我觉得他还继续照顾这种以前的三农的问题，我觉得这是要值得加分，是好的。只是人家不想看到好像人什么共处那种感觉就不好。不是这样，当然我也帮印度讲一下话，因为印度也有世界之分，因为印度这个国家非常特别，这个国家其实人非常聪明，英文也不差，数学也非常好，老戴算聪明的。我们在美国读书都知道，我们学的剂量能够达到剂量3的，不是印度人就是大陆人和我台湾这种人呐，西方人做不了，他们很聪明，但重点是他们的阶级制度太严重了，他们的世界包括他的这个邦省，他的邦里面有高阶邦，有低阶邦，有贫穷邦。欢
欢迎收看《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翟轩。马上来欢迎一下这个阶段加入我们讨论来宾，前大使谢文吉，翟轩好，各位朋友大家好。政大战略所教授李大中，主持人好，大家好。还有淡大财经系教授聂建中。各位观众大家好。好，赖清德是不是要把台湾推向战争呢？他的团结10讲的第4讲在讲国防啊。那他说啊，因为中国大陆的军费逐年攀升，那现在开支从2000年起有不断攀升，今年已经破了新台币8兆，是20年前的7倍以上啊。也就代表说，这个他们的军事预算增加是没有在看哪一个党在执政的。那他还讲呢，他说蔡英文上任之后呢，2016年我们的国防预算呢是提升到这个2016是3596亿，到了2024年是到了6068亿，提升了80%，占了 GDP 2.5%。那他也承诺今年要透过特别预算，让国防预算达到 GDP 3%以上。那他说，除了呢这个国军推动军事改革，美国也会持续落实对台的承诺。近5年除了30次宣布军售之外，也多次无偿军援台湾，金额是超过了900亿台币哦。那事实上呢，这个美国政府从未公布实际援助台湾的项目，因为美国的军事融资到底可不可以买这种军品呢？其实台美从来都没有说明过。那我方的国防部则是表示，基于台美的默契，所以不予评论。但是赖清德讲啊，就说台湾四面环海，蓝色国土是天然屏障哦。然而来自中国大陆这边持续不断灰色地带的侵扰，也对台海的和平稳定造成了严峻的威胁跟挑战哦。所以也是让大家说哦，他这个是有理有据的，所以 GDP 要提升到3%哦。但是台海的升温，美军真的能够护台湾吗？根据台湾安全研究院的研究员欧媳妇的讲法，他说解放军仍是不可忽视的实力哦。台美虽然可以找寻战略缝隙，但切忌自满低估风险。就连法国的媒体也警告台湾说，不能够志得意满呐。因为我们看到现在最近解放军的双航母已经完成了远海战训，16机舰已经出现在这个台海周边哦，有一些活动也被拍摄了下来。那央视呢也发布了这个航母编队的片段，人民海军他们发布了这个宣传短片，在香港啊，航母编队来了，展示来港的像是山东舰啊、驱逐舰啊、延安舰哦，还有导弹驱逐舰、这个湛江舰，还有这个导弹护卫舰呢，其实这些演练的情形也有发布出来。那还有具备这个与歼20实力相当的战机哦，他们讲说这个歼20逼退的到底是 F-22跟 F-35哪一台呢？因为他们讲说，其实现在 F-22已经是相对落后，缺乏生产，因此最近公布出来这个歼20逼退敌机，他们推测应该是这个 F-35的可能性是更高一点。那尽管五角大厦呢，他们现在近日提交超过1万亿美元这个创纪录的军费，很多人讲说哇，这展现美国再次伟大，这个军费那么高，然后这个军机啊或者是一些设备哦，他们会有一些这个筹备哦。那但是美国媒体讲说，其实你看包含了这个海军哦。FAXX 这个第6代的战斗机啊，还有这个新座级护卫舰以及超高音速导弹在内，多项的美军重点式的武器项目依然没有得到足够的拨款哦，显示他们前途未卜，所以连这个美国媒体自己都表示了担忧啊。那再来。现在目前台美的关税，现在又要成为 taco 了啊！因为马上7月9号就要到了，可是我们台湾到底准备好要讨论这个关税了吗？我们倒是一让再让，现在新台币最近大家没讨论，可是没想到现在新台币已经到了29.1块钱哦，还暴升了7.17角，所以所有这个贬回去的，通通又都涨回来，已经创下了这个2000年以来的第4大，这样狂升7.17角。那台湾是在名单上面吗？这个谈判名单，因为川普的关税谈判大线现在已经倒数计时了。那说有4个
这个是在名单上面的，包含了像是台湾啊、印尼啊、越南、韩国啊，都可能会达成协议哦。但是传是这样传啊，因为我们常常这个之前相信他们也都是落空哦，所以不知道到底是我们在榜上有名，能不能谈到一个比较好的关税呢？现在网络上面在猜哦，可能是25%起跳。PTT 网友觉得对于谈成的说法感到不安，就是接近谈成。那网友现在在吐槽，就说：“我们台湾都已经这么乖了，你叫我升职我也升职，你叫我贵我也贵，你叫我台积电搬过去我也搬，那怎么我们到现在还没谈好？那到底是要等什么？那跪田到底还能有谈什么条件？”有人这样回复啊，也就是说我们跪太早了，没有筹码了，没有牌了，对这个川普来说。那因此呢，这个 Taco 人家现在有一个新解，就是说，台湾 always 被川普 only 课税，这是一种新的 Taco 说法，变成了新的这个热搜词哦，就是贵了台积，升了台币，降了车税，现在我们可能还要再升关税吗？那我们首先来请教一下介老师。当然，我觉得赖清德讲这个台湾的国防问题啊，我觉得他已经把一些答案都讲出来了。如果是8兆台币1年的军事预算，对我们6000亿的军事预算的话，你这个战争的胜算在哪里？因为战争现在最主要是靠这个武器的精良啊。如果说对方是我们的10几倍的话，那以武器来讲的话，你这个仗你有胜算吗？那所以这个问题就是我们要严肃面对的。那尤其中国大陆第3艘航母福建号也立刻要入列了啊，所以很可能将来在台湾这个跟第2岛链之间会有一个常驻的一个大陆的航母。航母基本上就是一个浮动的这个飞机场，那上面的这些舰载机还有它这个所谓的这种战斗群里面的其他的作战舰艇那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战力。过去大陆没有航母之前，我们台湾把我们的很多军事力量都藏在东岸，所以我们在花莲在台东有这个加山计划，把山都挖空了。那个差不多30几年前就做了，因为要保存战力战力一开打的时候，我们的战斗机、我们的坦克车、我们人员、军事人员要能够躲过第一波对我们西海岸的攻击，我们都躲到东海岸去。我们靠这个中央山脉作为屏障。可是中国大陆航母出现以后，我们台湾的东面完全暴露于大陆这个航母战斗群的打击面怕这个打击范围。那可以说台湾变成360度都可以被中国大陆的这个攻击。这一点我们就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对台湾的安全上是一个很大的顾虑。对，那这个怎么解决呢？那另外就变成就是说军事力量军事武器方面已经有这么大悬殊以后，那么台湾跟大陆进行这个作战的时候，台湾有纵深吗？就是说台湾2300万人就在3650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大部分是山地的地方。那我们的主要的经济生产我们主要的这个民众的生活地方就在狭窄的尤其西海岸的这个平原上面生存。我们没有撤退的地方，撤退以后台湾就变成整个的经济我们往中央山脉去撤退，那你留在平地上那些经济设施还能够继续运作吗？台湾靠什么为生？是，所以基本上就是没有一个没有一个可以打仗的纵深。那第3个呢，就是变成就是说，现在呢，我们的防卫政策是什么？台岛的防卫政策，我们过去是什么？歼敌于境外让决战于境外，歼敌于滩头，就这样子。我们尽量把战争在台岛以外去进行。那现在我们最近要汉光演习，听说整个作战的指导纲要。是打城镇战，对，是打持久战，到全联了。台湾要变成什么？要变成刺猬岛，要变成毒蛙岛，这个是符合谁的利益？如果说我们要找这种打这种城镇战的话，那我们就说那台湾可能会变成一片火海。然后呢，最后我们几代人在台湾这个土地上
所有的建设、物质建设可能会全部变成一片瓦砾。请问一下，赖清德他有对这些问题，他有去面对吗？谈这些空洞的政治教条的这种说法有什么用？还有最后一个，我觉得我不知道记者会有没有人提说，蒋经国跟蒋介石跟蒋经国的儿子都是在台湾，从来没有到国外去，也没有移居到国外。蒋经国这么多儿子，通通在台湾。那请问一下，赖清德总统他2个在美国做美国人的儿子什么时候回来跟台湾一起面临要跟中国大陆进行的这场战争，一起来跟我们台湾的年轻人并肩作战？请问一下，他有没有一个对我们台湾的年轻人有一个交代？好，请教聂老师。OK， 我现在想一下说，我因为对上个礼拜赖清德他的几讲中的第2讲讲到杂质，我现在心里还是有一点感觉啊，就是说我怕有些人被列为杂质的人，他如何为台湾呢做他该做的事。我先讲一下这个什么叫杂质。我先说，台湾很奇怪，是这个台湾不是一个民主国家吗？我觉得现在他所认为的这些杂质是最能维持现在民主制衡的真正的护民主的人。否则的话，用你的内宣的认知战去打，让人民就是人云亦云盲目盲从，甚至自私自利，走到台湾的那个死胡同，那怎么办？好，现在第4讲，第1讲讲到了国防，好，开始讲到了我们要增加支出到我们 GDP 的3%，那我们的 GDP 大限是26兆左右，25.5左右了，0.55，这是最近的资料，乘以3%大概7700亿。各位，25年前2000年西元2000大概是1000多亿，后来。当然，这个一路的成长，在马英九那个年代，2008年到2012年，他认为军事支出应该减少，因为我在那个年代的4年非常清楚，大家是谈核的年代，因为两岸大三通嘛，对不对？船互相开往之后的2008年底的时候，是一个大家这个非常喜悦的日子到来，所以你会发现两岸那么的和融，我们台湾很多的银联卡、这个人民币，甚至日月潭3个彩色的这个钓竿都拉上去了，使得我们台湾经济也起飞的不错但是呢，现在呢发现，奇怪了，这个现在新的领导人把台湾又带到了另外一个世界，那就是你这边讲是不是要让我们台湾推向战争？我现在不管。我们有多少实力？我说我们用较量来分析国际的军力嘛。台湾到底最强的飞机是什么？好像就是我不知道有没有更强。我当然不是军事家，但是 F-16是我们听到，我是空军子弟啊，就是很强的战机。可是我们去比一下，中国有多少的歼多少电多少4代、5代、6代，光讲歼10，你 F-16都打不过。那不要讲，你也排不上前10名。而中国的歼20，说不好听的，它是一个那个隐身性能雷达系统已经超强了。它现在5代机完了，6代机都要出现。请问一下，当然它的歼35这个5代机已经，你怎么去跟人家比？它随便几架就够。我们光讲量，这是值的问题啊。它这6代机再出现，你怎么去跟人家比？再来6代，我们讲光讲现在量好了，我们的量体，他们我们的对岸最少1200多架，台湾就不过200多架。好，那当然我现在讲我们。我觉得对岸呢，我们光讲制空权，不只是飞机，他们的所谓的无人机，我觉得你也要去了解一下，他们现在的智能科技到了一定的顶端，它的大型无人机可以做很多的军事这个恭贺的，它的里面你看我们所知道的翼龙彩虹这个还有很多的这个无人机系统，它已经到了配上智能，甚至可以做军事作战的。请问台湾这里怎么去跟人家比？虽然台湾有一定的科技的位阶。我的意思是说，你增加这些军备的意义在哪里？好，答案很简单，因为我们需要有人保护，我们必须花钱去买一个可以保护我们的山姆大叔的的一些这个战备。那我们也知道，山姆大叔他也花很多的国防军力，他花钱就是要你来买嘛，他就是要你花钱过来。而且你这一次看到 BBB 法案是非常严峻的里面他就是要减少开销创造军事和边防的这个支出。这时候呢，它减少开销，包括它援助外援会越来越减少。那它援助外援减少非常清楚，就是你拿钱来换。所以台湾说不好听一点，那你就是用钱去买。那你要，所以因此，我觉得要提到3%以上，就是这个原因。从1000亿到7000多亿，7倍25年，总共突破了8兆的新台币。我最后要讲一下，就是我们现在用比较最后一个，就是说，你看以伊战争刚打完，以色列并不差军事实力，为什么最后会怕伊朗？因为地大物博。以色列铁穹、金穹再强，还是会被人家打到，它飞弹不够。台湾你这么小，你如果再用说你多大的防卫系统，
请问一下，对岸光个东风15就6区军演了，东风17响尾蛇的做法你抓不到，现在他东风多少的这个飞弹过来了？我最要讲的。一句话是，对岸其实不是要恫吓我们台湾呐，他最主要是大国博弈，是要秀给美国看，他的敌人是美国，不是台湾。台湾和我们的对岸其实是一家人，是应该两支一起在一起去对视我们真正的敌人才对。好，请教李老师。那个赖清德总统的这个第4讲哈，聚焦于国防哈，我觉得第一点啦，我自己的观察是，台湾的这个朝野啦，其实在野党、民进党其实都是支持国防，这毫无疑义哦。但是第二点。我们要知道，国会监督这个预算、监督政府是天经地义，对，举世皆然。好，这一点认知大家一定要非常清楚。不管是在美国，不管是欧洲，不管是跟台湾非常近的日本、韩国，哪一个国家不是如此？那第3个是哈，昨天在这个第4讲里面，其实我觉得总统在讲一些事情的时候，还是要基于数字跟基本的事实哈。比如说，他说哈，这个国防预算今年删最多84亿台币，但是我们也不要忘了，今年的国防预算的编列是最高，其实被删的比例大概是1.0几、1.01左右、1.02。是，如果是我们看过去5年以删除的比例来说，大概都是介于1.3、1.4，甚至我记得大概将近5年前，大概将近快1.9。那请问那时候，立法院是谁是多数党？那也就是现在的民进党。所以我觉得你在做任何的评论，尤其是在面对这个社会大众做诉求的时候，我觉得还是要把事实放在里面啊，不能有任何的误导哈。哪怕你要做比如说为了考虑一些政治上的一些考量，比如说大罢免。第二点，在演讲里面他也提到说哈，过去几年美国对台湾有所谓的这个军事的援助。但我们要特别注意一下，其实，在拜登任内有几个特点呢，就是他看起来是对台湾至少军售大概有19度，但是他的总金额是比不上川普1.0啊，164亿美金，而且这个拜登出售台湾的武器装备比较是后勤零件、弹药，还有一些后勤的资源，没有主要的载台啊，比如说像战机、战车这一种。但它里面有2个是过去比较少见的，一个是外国军事融资啊，一个是 PDA 啊 ，FMF 跟 PDA， 一个是总统提款权，一个是外国军事融资。这2个就是总统所讲，我们赖总统所讲的几百亿的援助啊，在过去的2023跟2024这2种途径，拜登大概用了各3次。但我们要特别注意哦，现在川普任内2.0，对于这2者，因为不管是这个外国军事融资，大概过去拜登政府任内是无偿，或是总统提款权是把美国武器弹药库里面的装备提供给台湾，基本上都是属于拜登任内的特别的做法。但大家想想看，川普的逻辑啊，川普基本上还是斤斤计较的啊，就是锱铢必较。他会认为说台湾很有钱，不需要提供这样无偿的武器弹药，或是所谓的融资给台湾，所以这一点其实反而是目前我们不确定的地方，而且到目前为止，目前川普还并没有通过所谓的这个对台军售，所以我觉得这些都要仔细观察。但是最重要的地方是，我觉得国会的监督本来就是合理的啊，不能够去恶名化或是污名化，不管谁当执政党在野党，我觉得这个基本原则其实都不能变啦。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